是《长空之王》的导演刘晓世。大家好，我是试飞员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刘导呢，其实之前对于航空相关的工作也是接触过非常多。您接触过多少位试飞员呢？没有仔细数过，我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在航空工业工作到今年7月份满15周年。我觉得试飞员这个群体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一博，你在接触这个剧本之前，知道试飞员这个职业吗？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对，也是通过剧本，然后跟导演的描述，然后再到我们去了试飞基地，通过聊天，通过一些试飞员给我们讲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才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试飞群体。但是我觉得试飞员这个群体其实很难去描摹他们，是什么样的动机触动了您一定要来拍这样一个题材？我本身又是一个航空迷，再加上我就是长期在这个系统从事一个最基层的工作，有机会从上到下去观察这个群体。2012年有一次科研任务，就是我要去航空母舰上出差，然后在航母上待了30多天，每天飞行结束之后，就所有的人大家都会在一个300多米长的一个甲板上散步，就四周是漆黑一片，就远远的可以看见那海上那个钻井平台在燃烧的那个一团火焰。每个人聊的话题都是就是未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该怎么发展。当时我就觉得就如果有机会能够拍这样一个群体，拍这样一部电影，就还是挺酷的。我相信当时您看到的那团火焰也点燃您拍这部《长空之王》心中的那团火。是，我对那个火焰记忆非常深刻，就感觉好像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跟这帮人在一起，就是看见了一束就最亮的光。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他们的故事真的值得被歌颂，也值得被讲述。一博这一次在其中塑造了这样一位年轻的试飞员的形象，我觉得这个角色塑造的很有信念感。你怎么去建立一个对于自己完全陌生的一个职业试飞员的那种信念感？看到剧本，然后要仔细的去读，去理解这个角色，然后就是要去理解试飞员的这个兵种，然后通过跟试飞员聊天，然后包括要查阅一些资料。毕竟飞行状态里的那个表演是要去演出来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在真正的飞机上去做一些大的机动、大的过载，就是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和面部的肌肉像是在过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会去了解试飞员在过载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的状态，然后包括他们的视线会经常在看哪里，也有买过一些飞行模型，就找一下这个手的动作的幅度大概是什么样的，就一点一点去找吧。就每天都要去找那个手感，是吧？就是有一个飞行的一个算是游戏，它就是会教你怎么样开启一架飞机，然后怎么样做一些过载动作什么的，对，有去练习。然后包括因为飞机有很多的操控嘛，有踏板是在陆地着陆的时候，然后在油门对，摇杆，这样非常有新鲜感。对不对？走。我知道这个试飞员他其实是要经历非常严格的选拔和筛选的，在这其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测试，这比你之前想象的项目种类要更多吗？还是挺多的，包括那个旋转的那个过载机的实验。再来一个，好，那就35号，好，35号，好，一样的。是否有梦淡然？我在深海光，很想说了也放，感受孤单很晚。我觉得这个人物呢特别鲜活，是因为他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真实。你有喜欢的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小细节吗？比如说他会把舒克一直带在身边，这也表现了雷雨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试飞员，对，一个少年期。对，包括这个舒克，我看到是一个小乐高，这是导演
根据一博来设计的这样一个细节吗？是的，是的，我觉得一博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有少年气的演员，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很单纯。包括他之前说做那个3自由度那个转轮的时候，那天拍了很长时间，在那个上面确实是不太好受。他拍完那个戏去换衣服的时候，这个肩带就在他的那个身上留下都是那个血道，但他一直也没有告诉我。一博的耐受力很强，我觉得对于军人形象的塑造来说，这种爷们儿气概是非常重要的。导演觉得一博做到了吗？做到了。进组之前，我们给一博提供过纪录片啊，还有一些资料。在他进组，我们通过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博把这东西消化得很好。再加上啊，就是我们组织了大量的讲座，然后去跟试飞员交流，然后去试飞基地去参观学习，这些对一博还有其他的年轻的演员去进入角色来讲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也都非常认真，所以他们除了就是理论学习、飞行知识的学习、健身以外，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剧组里面就是推掉所有的事情，就沉浸在一个创作状态当中。我觉得在这样的前提下呈现一个好的结果是必然的。一博第一次去到那个试飞基地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无法形容自己内心的激动，太多飞机了，就是一会儿一架一会儿一架，就起落的，然后那个声音就是真的是无法形容。站在飞机旁边听着那个引擎的声音，然后滑出跑道，然后又升空，就把天空撕裂，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激动感。这里面还有关于战友情的刻画，怎么样去理解雷雨和自己战友之间的，一开始是对手，但是后来却成为了一生的战友的这种情感。因为雷雨跟邓放肯定都是比较年轻的，到了试飞局都有一股冲劲儿在，我们都要飞最好的飞机，从年轻高傲，然后慢慢成长，然后经历过生死，成了最好的战友。刚才一博说到最好啊，导演觉得他身上有没有做事要做到最好的这种拼劲儿？肯定有。在我看来，就是跟他相处的这么长时间，他有时候还挺害羞的，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外表非常平静非常冷静，但其实感情也非常脆弱。这一次在电影当中反而是很多我们觉得会流泪的地方，一博的角色雷雨克制住了，保持了这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这种特质。您是怎么样处理这一次在电影当中雷雨这个角色他的情感的流露？因为我长期跟军人打交道，我觉得军人表面上就是很硬汉，其实他们都是一群情感很丰富，就在对待亲情友情这一块，但他们另一方面有特别勇敢坚毅的一面，就他的丰富性在这个角色身上就体现的非常丰富。这一博也是这样的人，很坚毅，好多事情也从来不叫苦叫屈叫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内心很丰富很细腻的。导演多次提到了硬汉这个词儿，就是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坚持自己心中的梦想，就是会有一种硬汉的酷劲儿的。是非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胜利，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胡军老师到了，一博士一见到队长就起立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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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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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老师，你好，你好，坐这边，坐这边。那我们继续啊，胡军老师新加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胡军，很高兴在这儿跟你们见面。胡军老师其实是出身于军人家庭，试飞员这个群体您是第2次演了，这一次升职了。升职了，大队长了。99年演的时候演那个林志远，其实我那身份就跟现在这个一博一样，也是从大学过来以后，然后分配到试飞院当试飞员。当时我那挂那衔我记得是2毛2，就是2杠2星。大队长，你注意增速，其他我来观察。这片子我升官了，2杠4星了，然后变成大队长了。你知道中国原子弹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就是能造出。胡军老师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您怎么样看待和雷雨之间的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片子里就是张挺张大队是特别欣赏这个雷雨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军人，然后还有设计的天分，这是他身上我们那一代试飞员可能是有缺憾的。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培养出一个比我们还要优秀的试飞员，等于是惜才吧。一博怎么理解张挺这个角色呢？就是像军哥说的那样，是因为雷雨确实是有很多的航空理论的知识，张大队是把雷雨带到了试飞院，想要一起飞出更好的战绩，设计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机，包括新一代的试飞员的样子。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当我叫他去上班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记录，你知道吗？他说那个大队长，我后面有中文，一开始我翻的是英文，你知道，我后面有中文翻译，这点我跟你说很刺痛了张挺的心。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雷雨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才。主要是我们这批演员，我觉得特别可爱太可爱了。然后一块健身，是不是一块撸铁，咔咔的撸铁，你知道吗？你们卷吗？健身？非常卷，非常卷。我是真跟不上他们。我天哪！你甭看那个一博，感觉是挺瘦弱的，这小子那个耐力可强了。对，我一直在跟随着，努力的跟上他们的节奏。我觉得电影当中很多的这个情节都特别真实包括在拍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博和队友有一点冲突的那场戏，当时你好像给他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说你要先冲上去再说话。一博是一个特别含蓄，然后比较善良的一个孩子，就没有打架经验。我就把我小时候的经验分享了一下，介绍给他们一下而已。对对对，我也是个好孩子我也是个好孩子。一博这个经验的传授，直接就 get 到了。别，你看这实力脾气他妈太大。纷纷扰扰征服。哎呀，这可以。要战斗，人生要战斗。胡军老师身上张挺这个角色，导演在监视器看的时候，有没有被哪一场戏打动的落泪呢？很多吧。邓放跟雷雨他们两个人在执行最后一次试飞任务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因为我会就想起我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我相信这部电影也是拍给他的。对，2次去就是试飞员的烈士陵园去瞻仰，每次导演就说那就是我朋友。上一个星期我们还在一起喝酒聊天呢，还在谈咱们这个电影呢，这都是导演非常就是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我们也能从导演身上，还是从他的表情，能够感受到这份力量。所以说，当导演就是在设计那个墓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壮观的。导演一直在讲到试飞员这个职业，它特别重要的就是敢于奉献和牺牲。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很多时候都面临着告别。所以一博演的雷雨再次在执行这个试飞的任务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经历过生死，要再一次去经历这么大的一个风险，我觉得恐惧压力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认为像雷雨这样的年轻的试飞员，更多的信念是我一定要去完成它。我会保证完成这个科目。这就是试飞员的职业素养，就是当他登上战机的那一刻，他要忘掉所有的生活当中的繁杂。刚哥就李刚，就是歼20的首飞试飞员，他的微信的名字就叫遗忘。当你登上飞机的时候，你要忘记所有的创伤，这是一个试飞员要能做到的起码的能力。比方说就是张大队牺牲的时候，邓放在起飞之前，机务告诉他说这个队长出事了，还飞吗？这时候指挥员说，救援不是你的任务，还有一个架次在等着你。本身看起来可能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们在正常的科研试飞当中是发生过的。航空工业有一句话，就科研试飞方面，小步快跑，后墙不倒。试飞员他们的付出甚至牺牲，搭建起的是我们中国的航空事业进步的阶梯。对，试飞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一次电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知道康康也是一个小军事迷，所以您演这个电影是不是他比您还要兴奋？特兴奋。他说你再说一遍，爸，你要干嘛去？我说可能上歼20，不可能。我说真的，他不信啊。他说剧本里写的那么炫，你们拍得出来吗？我说你等着瞧。演过了2次试飞员之后，应该对于这个群体有了新的认识，更深入的认识。您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试飞员这个群体说吗？希望我们这个电影呢，《长空之王》呢，能够充分的展现你们的风姿。我们呢，想让这个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非常感谢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感，试出了非常先进的飞机来。我也希望这个长空之王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试飞员这个群体。我觉得所有的飞行员和试飞员都有一种就浪漫主义精神。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就是他们的试飞员和这些工程师设计师的墓碑要做成垂尾的样子，我们会在那个墓碑下面刻他们就生前所驾驶的那架飞机的编号。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浪漫的。就如果一个人可以始终从事自己非常热爱的职业，困难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说得太好了，因为也正值5一劳动节了，我觉得这部影片其实献给每一位劳动者的，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代入感。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职业，只要我们心中有这份热爱和执着，就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这是我们集体的力量。那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些福利，我们把这个 T 恤送给晒电影票的朋友，好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看完《长空之王》以后，有没有爱上飞行，喜欢航空？雷雨一开始驾驶飞机，第一次跳伞的飞机的型号是什么？一博有什么想对看过电影的观众问的一个问题？那我就问那个，最后雷雨是用的什么？挣脱的那个伞的名字叫做什么？我国战机的包线，就是他们用命一寸一寸的拼出来。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原谅不要这一生不想留任何遗憾，梦想世界美好与我无关，哪怕最后一次却让我回作为军人，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东阳收到，东阳收到。